养父突然病死，他却在遗像上装了针孔摄像头。只因在警方的尸检报告中有一句模棱两可的结论：因故离世到底意味着什么？养母和兄弟的不正常举动让他陷入了深深的迷茫。果然，在监视了一天之后，一个人影的出现终于打破平静。此人叫东子，是高峰的老同学。就在昨天，滨川市地标广场的金狮子脚下，一辆豪车发了疯一般向前冲刺。当尘埃散去之后，底座的一具陈年骸骨浮出水面。这起事件掀起了不少关注，滨江市也将在迷雾中再起波澜。养父高大华就像收到消息一样，立刻拖着病重的身体走出家门。高叔，今天死人了，多乱呐！别出门啊！松江花园。高大华举止诡异，手里也好像抱着什么，可线索也在松江花园戛然而止。高峰来到这里一探究竟，东子站在树上吸引大家的视线，他则躲在车里仔细观察可疑的线索。果然很快就发现了有双眼睛正在死死盯着这里。他下车拼命追赶，想要看看对方到底是何方神圣，可最终还是与真相失之交臂。然而刚有了点眉目，养母就将一纸调查送到了他的手里。高大华临死之前将10万元巨款转给了一个陌生的女人，警方的回执也写得明明白白，并怀疑对方不是骗子就是情人。可高峰深知养父的秉性，他们这代人面子看得比天都大，除了平时爱喝点小酒之外，说到小三绝对是不可能的事情。因此他得到了一个惊人结论：实施监视的那个女人必定就是自己的亲生母亲。他死了啊！有什么事比这更大的吗？我跟关系他怎么死的？他在怕什么？连死法都瞒着我！干你！一记耳光彻底恢复了平静，但也彻底打醒了高峰。周围的人似乎在保持着某种默契，即使拼上养父的性命也在所不辞。举行完葬礼后，他将今天的发现告诉了东子，跟踪自己的就是这辆同款出租车。然而更诡异的还在后面，只是一转头的瞬间，就在此看到了可疑的身影。就这个车，就这个车，对呀！两辆车在湿滑的街道上你追我赶，真相也随着雨夜越来越近。可当他们终于赶到的时候，车上的女人早已不见了人影。人呢？人下去了，让我故意溜你呢，不然你以为你能追得上我？原来是中了那个女人的圈套，可马上就迎来了新的转机。师傅提着一个生日蛋糕，并告诉他真相就在这里，就在石狮子上呢。高峰盯着眼前的金狮子，突然发现蛋糕上插着一个标签，上边似乎说明了他的身世答案。这时远处一个女孩的身影格外显眼，走上前去才知道她是昨晚在家门口提供线索的人。我觉得你该知道，你爸不是病死的。女孩生动地描述了当时的情况。那天金狮子被撞开之后，高大华就来到这家甜品店，他坐在窗户旁边焦急地等待，期间还打了几个电话。除了知道对方是个女人之外，其余的根本无从查起。女孩清晰地记得高大华的举止异常诡异，苦等无果后放声大哭。尘封30年的惨案浮出水面，市民自发地送上鲜花，纷纷祈祷被害者的灵魂得到安息。只有高峰感同身受，他寻找了20多年，始终没能得到亲生母亲的丁点线索。于是他又找到了从小玩到大的好友苏明。面对躲闪的眼神，高峰一口气说出了他的调查结果：9点整从咖啡厅离开，9点19分到达人民医院，取消了下个月的化疗。10点38分到农业银行取出300块现金，其他的钱转到张金卡上。看似是每天的日常，可每个时间段都透露着一丝诡异。高大华买了平时舍不得买的内蒙牛肉，随后又给自己准备了百草菇，去了一趟松江花园，最后回到老房子里自杀。高峰意识到甜品店和松江花园是关键所在，但是高说的是他不是媳妇儿案件，不归我管，千万别喊。高峰的生母到底是谁？她就像个幽灵一样飘荡了30年。高大华的死又有什么隐情？我是猫眼，点个关注，我会继续带着大家一起挖掘真相。